Hello， 大家好，我是蚁人，今天来继续讲艾莉诺的技能啊。因为在那一天我发了影片之后，我看到 B 站的评论区下面就有一个观众说，叫我看一下艾莉诺的逆天技能触发，好像是10秒 CD， 是针对每一个队伍独立计算的。OK， 那么如果从他分享的图片来看呢，其实他分享的图片并不是很完整啊。那你们可以看到，在第一个回合的时候就已经释放了技能，然后第3个回合也是释放了技能。后来他这个报告又不确定是哪里拿到的报告，这边又看到第2个回合跟第4个回合释放了技能，接着下去第5、第8还有第10回合都有释放技能，所以他就说到这个技能很逆天，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释放了这么多的技能。那假设根据这个玩家所分享的报告，那确实这个新的女骑兵她释放技能的速度是真的很离谱。但是在下定论之前呢，我还是要跟各位讲一下，因为我没有拿到它完整的报告，所以我不能确定它这份报告呢是不是在一份报告里面排行第2、第3，或者是更后面的报告。因为你在同一份报告里面，你排的那个顺序位置不一样，触发的时间点也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就算他分享的报告，我还是必须要亲自去找一些报告来看一下，到底他的技能是发生什么事情。我是重复去看了星期日在国服的奥西里斯联赛有哪些队伍是使用艾莉诺的。那么要触发艾莉诺这个条件呢，首先是有队伍去围殴驻防的时候才可以触发到这么多次。虽然艾莉诺的技能是有10%的概率会触发，但是如果有围殴的话，其实比较容易触发。再加上如果艾莉诺正在被围殴的话，其实他的怒气恢复会稍微快一点。所以我就根据这个条件去找了几个正在被围殴的艾莉诺。就如你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蓝色的队伍要准备去围殴艾莉诺的驻防。那这里各位可以看上面的时间点，然后看画面，现在已经释放了第1次、第2次，但是在第2次的同时，波罗头也是释放了技能。现在第3次、第4次，但是这个时候波罗头的技能延迟了释放，应该是被关羽的沉默效果影响。OK， 这里第5次了，第6次，波罗头的技能释放，这里第7次，第8次波罗头的技能释放，紧接着第9次也是同时释放，第10次、11次波罗头的技能释放，第12次、13次波罗头的技能释放。OK， 这里基本上是没了。第14次被延迟了一下，然后波罗头的技能释放。第15次、第16次波罗头的技能释放。OK， 最后这个关羽死掉基本上是没有围殴了。我们来看一下报告。那么从刚刚的画面上，你们也可以看到艾莉诺释放了很多次技能。释放技能的时候是针对司机的，所以我就已经把这里战斗日志释放技能的回合已经记录下来了。红色是艾莉诺释放技能的时候，蓝色是波罗头释放技能的时候。那我刚刚特意分享画面，就是给你们看，它是针对司机来打的。在早期啦，后面因为司机死掉，所以他才换目标而已。因为我看到有其他的玩家说，艾莉诺他的伤害会转移别的目标去打 ，OK？但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画面，它是先针对司机啦，而且从刚刚的画面上，你们也看到艾莉诺释放技能的频率了。那各位可以注意看我上面那个列表，第一开始放的那个技能呢，就是触发它第3技能所释放多一次的主动技能。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在格子里面有数多少次。因为第2次当艾莉诺释放技能的时候，那个是原本它就应该要释放技能的回合数，所以你们才会看到波罗头的技能是在它的技能后面。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如果移除掉第2个释放技能的回合数的话，第1跟第3的技能释放呢，其实是真的差了10个回合。也就是说，艾莉诺它释放技能是在正常的范围内，正常的限制冷却时间内，并没有变快。接着来到第4个红色的点，那个是它正常释放技能的时候。为什么蓝色的格子距离红色的格子这么远呢？你们也可以看到刚刚的画面，他们是有携带关羽的。关羽沉默了波罗头的技能，就变成他的技能延迟了。在蓝色的技能之后，又释放了一次红色的技能，这个就是艾莉诺所触发的技能。所以在他触发第5次的时候，其实已经相差了12个回合。
第6次的时候就是正常释放技能，然后轮到博罗头，再接下来就是重新计算过，也是相隔了10个回合。所以艾莉诺的技能是确实根据官方的技能描述那样，是距离了10个回合之后才会再次释放。当然只是一个样本，没有办法解释说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所以我这边再分享到另外一个，这个是另外一个场景，也是有多个部队去围殴驻防。现在画面上看到他释放第2次技能，然后博罗头的技能释放。现在画面部队比较少，也没有队友干扰，所以会比较容易看得清楚。第3个技能，然后博罗头技能释放。第4个技能，接着下去第5个技能。这个时候博罗头应该释放了，但是关羽在隔壁沉默啊，就变成他延迟了。OK， 博罗头释放，艾莉诺的技能又再次释放，又来多一次，然后博罗头的技能要释放了。那么最后驻防没了，因为没有人补兵的关系。那其实严格来讲，他的触发可以说是跟贞德的频率差不多，1次2次1次2次，也是一样。我在他第1次释放技能的时候开始计算到他下一次再次释放技能的时间。第2次红色还有第3次红色是他正常释放技能的回合数，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在释放技能之后，副将的技能也是释放了，所以这个是正常的回合数。直到第4次红色的时候，这个才是再次释放技能，但是距离第1次的时候已经相差了17个回合。第5次红色是正常释放技能，然后中间一段时间没有释放技能，是因为可能被关羽沉默了，所以蓝色释放技能的速度变慢了。在它释放了之后，下一个就是红色了，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距离的回合数只有9个回合。我觉得9跟12个回合可能差了半秒左右吧，就变成稍微提早了1个回合。不过如果你们连那个释放技能的回合数都算是第10次的话，其实也算是正常范围之内。但是从刚刚的画面上，你们应该也是看到，其实它释放技能的速度还算是蛮快的，是不是让你们觉得说，哦，它是不是重新计算了？它是不是针对每个不同的部队来分开计算了？其实并不是，它还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10秒冷却。那当然可能还是会有人觉得说，有可能他有释放技能在别的队伍上面，但是报告没有显示，会不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呢？ OK， 现在有很多玩家呢可能就连战斗报告都不相信啊，不过其实我自己也是不相信啦，有时候报告是真的会出现一些问题的。那么没关系，刚好这边报告是已经看完了，我们接下来换不同的方法去看。还好艾莉诺的技能特效还算是比较明显，所以我现在就直接放画面给各位看，你们可以根据艾莉诺释放技能的时候跟着我的列表去看。我这里总共记录了75个回合释放，我是根据画面的每一帧去查看他在什么时候释放技能的。那确实如观众所说的，他是有很大几率可以在9个回合里面释放至少5个技能左右。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的列表其实是正常的，因为他第1次释放技能的时候就是他本身释放技能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到红色后面是蓝色点的话，就是他正常应该要释放技能的时间点，然后红色前面又是红色的话，那个就是额外释放的技能。也就是说，你们看到第1个红色点还有第2个红色点是正常释放技能的时间点，那因为它被围殴的关系，所以它的怒气恢复会比较快。或许有触发一些其他的技能或者是天赋的话，可以恢复的快一点。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实现呢？因为每一个回合最多可以获取的怒气上限是220点，所以严格来讲，只要5个回合就可以再次释放技能了，只是需要看你有没有满足到条件而已。但是这样的频率呢，也不是时常发生的，是偶尔发生而已。你们看我下面做的记录数据就知道了，它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在10个回合里面释放4到5个技能。所以今天也算是解开大家的疑惑了吧？它并不是根据每一个部队去刷新它的时间的。假设这边我提供了3个数据，你都觉得不是对的话，这样我也没有办法了，可能你要自己亲自去测试了。而且你们应该也看到我旁边特意放了一个真的，就是给你们看一下，如果是固定没有概率触发2次技能的统帅跟艾莉诺是怎样的差别。而且我还是特意用真的搭配成吉思汗给你们看一下多次释放技能到底是怎样的。而且在之前我就已经有做过列表对比了。如果说到技能释放的话，真的是比艾莉诺还要更多次。这里3个列表给大家看一下差别就知道了。真的释放技能的回合数就是红色的，蓝色是别的统帅。所以虽然说艾莉诺可以再次释放技能了，但是它的频率真的没有像真的这么恐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玩家说艾莉诺他攻击的目标会转换啊，那其实我也是有捕捉到一个画面，现在是暂时没有人攻击这驻防的，但是集结一到的时候他就针对集结释放技能，
然后旁边的队伍也是跟着围殴，优先攻击到的就是旁边的诸葛亮。但是当艾莉诺释放了2次主动技能之后，他突然把他的技能丢给刘彻了。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操作，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困惑，他是不是针对随机目标的，并不是固定目标的。而且这个也不是显示错误咯，在报告里面确实也是可以看到刘彻是有被他的主动技能给攻击到的。针对这个问题，我帮你们去问了官方客服，他是讲这个是正常的，围殴过程中驻防主要目标是会改变的，会改变是因为驻防的目标不是自己选的，改变的条件和围殴的部队技能释放频率、技能是否能造成伤害有关，而且是每个驻防统帅都会这样子的，不是只有艾莉诺而已，所以你们之后可能可以找其他的统帅做测试吧。那我本人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而已因为我很少看到驻防会转目标的，可能真的是没有见过吧。而且刚刚我分享的那几个画面，你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真的艾莉诺他攻击的目标一直以来都是同一个目标，是真的只有刘彻那一次他会转换目标而已。还有不少你们看到他转移目标，应该都是打完了一个部队之后，他打下一个目标，所以才转移目标去攻击别的部队。正常情况下，他攻击的目标依然还是跟着顺序的，谁先碰到驻防，他就先把技能丢给谁。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啊，希望今天的影片有解开大家的疑惑。那国际服的玩家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呢，也可以先看一个抢先版本。不过我哪一些地方说漏或者是说错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啦。我是最后建议，哎呀，与其你们给其他的主播，还不如把账号借给我，帮你们测试我是还好，因为这一次有奥西里斯联赛，所以才看到报告而已，否则我真的是要等到国际服出现了新的统帅，我才可以测试了。至于各位观众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